陈群藏书画工为司。陈群在3马路米家船楼上的居处布置相当雅致，中央挂着一个小匾额，叫做双宋楼。我常常上去和他闲聊。我说，清朝浙江归安路新园有一个毕宋楼，藏了200部宋版书，著有《毕宋楼藏书志》。现在你这个双宋楼的意思，是不是也藏着2件宋代的古物，或是2部宋版书？陈群轻轻地摇着折扇说，看你年纪不大，肚皮里倒有些货色，竟被你一语道破。我的确藏有2部宋版书。当时我就讲出，从前藏200部宋版书的毕宋楼的那位主人，照书目看来，实际上只得120部书，后来主人逝世，全被日人买去。现在中国人藏有1部宋版书的人已极稀少，而你竟藏到2部，真是难得。接着我又讲出，上海虽有几位收藏家，据我所知，只有南浔刘家有1部宋版《史记》。哈同花园曾经藏过1本宋版《孝经》。袁寒云有过1部宋版诗集，卖给丁福宝。张菊生的寒汾楼也藏有宋版书几种，后来编印成为《百纳本24史》，是由几个藏家凑集完成的。但是这件事情已成为学术界空前盛举。现在宋版书已成稀世之珍。民国20年，1931年，北平琉璃厂附近书铺曾经搜集到1部散佚的宋版《大观本草》，因为残缺不全，铺主人把它拆开来卖给人家，每1张的代价是银币10元。丁福宝曾经买到1张，把它裱成册页，作为衣饰的装饰品。陈群听我如数家珍地讲了一大篇，点头含笑，极为高兴。我又说，同样是宋版书，也分为几种，一种是南宋版，一种是北宋版，一种是南宋版而是元代重印的，有一种是南宋版而在元代复刻的，所以版本大有区别。你所藏的2部可能是复刻的，而不是真正的南宋版。我这句话一出口，他瞪着2眼说，你怎么知道这样多？我就说，日本人印过2种书，一种叫做宋版书影，另一种叫做支那宋版书研究。他们把全国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宋版书都设了书影加以评述。北平的中央图书馆也藏有许多宋版书，是根据日本这2种书作为参考鉴定的。陈群听我讲完，就说3天之后准定把他藏的2部宋版书拿出来给我看。后来我看到他的2部宋版书，书名极冷僻，都是南宋的课本。我告诉他北宋本比南宋本价值高得多。陈群就问我北宋本究竟是怎样的，我立刻就走到隔壁来清阁书店，借了1部运铁桥影印的宋版《内经》给他看，是北宋的本子。陈群看了之后呆了些时，因为北宋本的字体粗壮，版口宽阔，余为美观，他自己的南宋版本书就差得远了。接着他问运铁桥的北宋版《内经》是哪里来的，我说讲穿了一文不值，运铁桥根本就没有这部书，只是把日本人的影印本复印而已。后来他又问南北宋版书的纸张怎样辨别，我说南北宋版本用的纸多数都带些黄色，纯白色的极为稀见，有些即使原来是白色，久藏之后也渐渐地变成浅黄色了。陈群高兴起来说，我想看看丁福宝衣饰中的那张北宋版册页。我说那很容易，每逢星期5丁氏有一个周会，到时我来陪你同去参加。按周会
最初是丁福宝所发起，因为无锡人晚上都喜欢吃粥。后来吴志辉也加入了这个会，因此声名大振。第一次参加的一定要有一个老会员介绍，随到随吃，并且大家都随带一些书画古玩，互相观摩。至今这个周会在台湾仍继续举行。陈群由我介绍参加周会之后，对书籍版本之学的兴趣大为提高。自从维新政府成立之后，陈群就到南京去了，我和他便没有见面的机会。不过听说维新政府的各部部长多数是庸碌无能，对江浙两省的情况知道的不多，唯有陈群头角峥嵘，是这群人中的智囊。大约相别了7、8个月之后，陈群回到上海，又在双宋楼出现，打电话找我去看书。我应约而往，只见楼上已经堆了大批旧书，看来琳琅满目，都是善本。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陶渊明集出课本，其版本之佳，纸张之美，已是爱不释手。陈群还在招待别的客人，他说：“老弟，你不要光看这本书，在书桌上面有20多部书，请你观摩一下这批书是什么版本。”我就不客气地坐在书桌旁，仔细地看了1个多钟头。因为我对日本影印的宋版书影印象深刻，就看出这20多部书的鱼尾都是宋版，但是我又怀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宋版书集中在一处。后来我忽然有一个灵感，其中有几部书的第1页好像见到过，想了半天才想出来，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巨册伦敦古物展览画册图片中见到过。再一想，就想到了这批书可能就是南京朝天宫中的东西，被陈群据为私有了。但是我又不便说穿他，所以只是看而不说一句话。陈群周旋在许多客人中，一呼已经排定筵席，筵席是由小友天闽菜馆送来的。陈群招呼我入席，对我说：“你看了这批书有何意见？”要我用耳语方式轻轻地告诉他是真还是假。我心想，这些书真到不能再真，明明是朝天宫中北京故宫就藏的珍品，但是说穿了有所不便，我只能说这是国宝而已。我在回家途中想，原来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已把朝天宫中的珍本古书都化公为私了。